迎。大家好，我是 Jasper，我是卡宾娜，我是巧巧，我是秀秀，欢迎来到我们家。因为在疫情期间，蛮多机会在家里工作的。那在这个平面的大楼空间里面，工作的状况会容易被小朋友给干扰到，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让我后面的居家办公可以更顺利一点，然后也给小朋友更多的成长空间。因为我们已经有第一次的装修经验，我们第一次是工业风，然后我们这一次想走的就是，不要这么工业风，我们想要再温暖一点的色调。我们都喜欢蓝色系，所以我们就走英伦风，然后再结合一些就是藤编啊，一些异国风味的感觉。这次是第二次跟他们合作摇身系。那其实第一次跟他们沟通的状况上，其实他会帮我们设计有一个主题性的东西，那我们也很喜欢他的第一次设计，但是因为预算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第一间房的想法上面没有办法有太大的发挥，那所以第二次决定说有多的预算去请他再帮忙设计这一块，那看看我们梦想中的家的房子是不是可以更接近这个我们想要的样子。可以帮我号数一下吗？ Go。这是我们的客厅，然后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拉折门，避免冷气在一楼跟3楼之间流窜。上面沿用了我们1楼的设计元素藤编，就是让我们的风格再更一致性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收纳柜跟钢琴都是走木头色系，然后我们在那个整个客厅的那个空间都是采用那个慵懒的灰蓝色系。对，为了配合这个灰蓝色系的部分，然后还有再加上把这个整体的客餐厅把它包成一致性，所以我们用一个窗框把它围起来，所以看起来这个开放感会更好。那色系的选择上面也是跟前面的互相呼应的灰色系。这是我们的厨房，我们继承了第一个家的这个开放式的风格。那因为我们第一个是外食主义者的部分，第二个是我们的朋友比较多来家里做交流，所以我觉得开放式厨房是比较适合我们风格的一个设计。那因为我们想要走这个国外的欧式厨房的这个路线，所以我们找了国外的厂商。那但是因为他们有规格上面60×60跟我们设计师原本规划的70×70的部分有点落差。但是因为我们一心向往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还是使用国外厂商的部分。那实际上后面的结果就是我们少利用这个10公分的这个使用空间。有到10公分那么多吗？还是1公分？60跟70不是10公分吗？它的尺寸因为跟一般规格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来来回回都有请设计师在协助帮忙改那个尺寸，再去调整一些设计啊，然后跟一个抽屉啊那些的配置。最后的话，其实我们台面还是回头找设计师帮忙，然后再把我们的台面的尺寸啊重新丈量、重新制作。这是我们的花砖，我们有退掉原本建商的这个黑玻的部分。它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厨房使用的一个部分。我们这次的设计想要跳出，因为我们第一个是找一个国外的厨具商，第二个是我们想要跳脱不一样的这种传统风格，这是我们这个花砖选择的部分。这边是3楼我们的主卧部分。然后我们的床背板是采用线板，加上我们使用一个温暖的奶茶色系，呈现跟客厅不一样的氛围。因为这个空间我们有分3个部分，就是一个留白区，然后一个窗，然后一个更衣间。那我们当初在选择床要摆放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考虑很多，因为这跟影响我们开门的方向有关。那因为你们看到现在的空间呢，在我们门不管是左开右开，都会打到我们的床。所以我们后来改用折叠门的设计，然后床也从左边改成右边的部分，因为这在我们视野看起来会比较开阔。
我们这边还另外放置了一个投影机，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想放松一下，我们都会在那边看个电影，有点像露营的感觉。这是我们一天工作之余会觉得比较舒服的放松的时候。小朋友的房间，儿子的部分，我是想要让他走一个简单，然后有一点绅士风的感觉，所以在他的背景处理上面有用一个壁贴的部分，然后是用高楼大厦的感觉，然后配一个灰色系的感觉，所以他可以从小到大都可以适用这个房间。我们女儿比较活泼一点，然后我们希望她还是保留她一点少女心的部分，不然她其实她平常太美了。所以我们在选择上还是帮她选择一个小动物森林系，然后淡淡的颜色，轻柔一点，让她整体的感觉会比较温柔一点。接着我要介绍的是我自己的一个独立使用的一个空间。第一个呢，这是我的展示柜。这个展示柜除了工作需要的一些工作用书之外，那也放了一些生活用书，还有最喜欢的一个玩具的一个摆饰。背板的这个油漆设计是跟展示柜的深浅做一个呼应。因为前一个案子就是我们也是跟姚晨星合作，那其实我们很喜欢第一个案子的主题性的发挥部分，所以这次有多的预算跟多的一个空间，那希望可以把它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姚晨星设计。这个家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度假风的氛围，觉得非常的轻松，感觉就是非常的惬意。我在这个家各个角落都可以躺着就睡着，最常睡的就是客厅的沙发。觉得只要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到哪都能躺着睡得着，就是一个好的家的感觉。我们在这一次的案子其实已经是第2次合作，回归机能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考虑跟协调，是说他们从原本的住家是一个单层平面，那到透天变成是一个垂直量体的时候，他要怎么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我们可能前面正式签约的2次到3次之间的聊天过程，我会协助引导他们一区一区的生活习惯、概念跟想要放的物件，然后去让他们投射到现阶段的生活状况。那基本上那个雏形80%、90%就可以让他们自己也有信心，知道说，那我的收纳够不够，或者是说我有没有东西是多的、少的，有没有需要再另外做采购。所以其实设计师的责任大部分还是在引导，真正落实到所有的机能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它做的又漂亮又有设计感，然后兼具机能。